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change.大家好，欢迎到比较 Rock。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MUJI。前几天有去 MUJI 的大型店逛逛，那有发现到一款个人觉得是今年秋冬季 MUJI 推出的外套类单品中最值得入手的。整体设计、版型还有实穿实用性是非常推荐的一件单品，而且重点是售价非常亲民，不到2000就可以入手的一件实用的单品。这一件算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 MUJI 的外套，甚至比 MUJI Labo 的外套更加实用好看。所以待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件的设计 detail 还有实穿的感觉。好，那进入今天重点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 General OTT。OK， 今天搭配走的是欧系绅士风的羊毛混搭。首先，裤装是 Uniqlo 去年推出的仿羊毛的这个 setup 的裤装的部分，今年好像也有推出类似的款式啦，那大家可以再留意看看。再来内搭是1970年代 Soviet Army Sleeping Shirt 苏联军冬季睡衣，夏季是 V 领，冬季是亨利领这样子。那整体内刷毛非常舒服。内搭针织背心是去年 Uniqlo 秋冬季推出的，那目前看 Uniqlo 今年还没有推出针织背心，可能要等天气稍微再冷一点才会释出吧。鞋子则是我的第一双 Hawkins 的皮靴。最后外套部分就是今天混搭的重点，今天搭配的是1980年代 Lanvin 的 Cashmere 西装外套。简单让大家认识一下 Lanvin 这个品牌好了。Lanvin 是在1889年由 Jean Lanvin 在法国巴黎所创立的品牌。那它基本上算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法国品牌。目前在巴黎的旗舰店也是现存巴黎历史最悠久的高级奢侈品牌的专门店。Lanvin 其实最开始只是一间小小的女帽专门店，后来直到他的女儿 Margaret 诞生之后，他开始帮他女儿设计衣服，那越来越多贵族啊、上流人士喜欢他所设计的服饰，所以渐渐的就演变成女装专门店。在1920年代开始贩售男装，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贩售。Lanvin 的设计基本上比较不随波逐流，他们不会因为现在流行趋势是怎样的设计，他们就设计出这一类的商品，比较着重在裁缝技术、版型设计跟用料的选择。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件我最近刚入手的1980年代 Lanvin 的 Cashmere 西装外套。这一件基本上实际摸起来非常舒服，因为它是有混了18%的 Cashmere， 然后其他都是羊毛的材质，所以摸起来柔滑舒适，不会刺服讨厌的那种感觉。这件最大的特色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非常轻薄，都是羊毛的材质，可是完全不厚重，实穿上很像是套了一层薄薄的布的那种感觉，所以更加可以带出这一件版型的利落漂亮。颜色方面细看可以看得出来是类似蓝黑白的这种细缝纫编织法编织出的混 Cashmere 的羊毛材质。那它这件是采用3扣设计，扣一颗是这种感觉，很挺很好看的一个 size 感。扣2颗是这样，基本上这种3扣最多就扣2颗啦，看起来比较自然。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商品标。这个商品标是大概1980年代 Lanvin 经典的黑金刺绣标，可以注意到左边有一个大人带小孩的一个图腾。那这个 logo 其实就是 Lanvin 他们的非常代表性的 logo 之一。这个 logo 的设计是起源于当时这张照片，也就是1907年 Jean Lanvin 带他女儿 Margaret 去化妆舞会的这张照片，后来再把它设计成 logo 这样子。Lanvin 这个品牌基本上也是因为有了 Margaret 的诞生，所以才会演变到现今历史这么悠久的高级时装品牌。那我第一次实穿混 Cashmere 的西装外套，虽然它是1980年代的商品，可是整体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它这件是意大利制，所以可以注意到有些缝纫细节都很利落质感。那这部分就是 Lanvin 他们在设计方面的 detail 啦，整件真的是超轻的。
可以看到它移动中、晃动中的感觉。这一件就算在春天穿，应该也还蛮适合，因为它很薄，然后弹性也很不错。好，那这件就是近期很喜欢的一件 Cashmere 的 Lanvin 西装外套，跟大家分享。最后饰品还是平常用的这些。那右手 Hermès 阿皮皮环3圈款的这一款，我最近有入手到一款几乎是进新品状态的单圈盘，非常漂亮的状态。那有兴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整体搭配就是用灰色的这种羊毛素材搭配针织还有皮靴来带出这样的画面感。基本上灰色的毛料，我觉得搭配棕色调的皮靴是非常完美的组合。所以像今天的这种灰色调的 Cashmere 羊毛外套，我就蛮推荐可以选择棕色类的皮靴啊，或者是皮鞋来做混搭，看起来画面的和谐度更加漂亮。给大家参考看看，这种秋冬季混搭上比较有绅士感，那看起来也不会过于正式的搭配风格，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简单介绍今天的搭配呢，马上就跟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秋冬季 MUJI 的外套类单品中最值得入手的外套是哪一款？今天要介绍就是南保暖可水洗铺棉连帽外套，推出3个颜色：米黄、黑跟烟熏绿。这件整体版型是我还蛮喜欢的，这种偏硬挺的铺棉连帽外套。其实在现场看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它侧边的这种感觉，从这张照片应该就看得出来，它侧边可以看到它下摆是有点下弧形的这种设计，有一点帕卡大衣的那种感觉，可是它是中版外套的设计。从背后可以看得出来，它下摆是有做松紧设计，那松紧呈现的这种褶皱感我还蛮喜欢，褶皱的蛮漂亮。从这张平铺照可以看得出来，它双侧是有非常大的拉链口袋。内里的铺棉照片也可以看得出来非常保暖，包含帽子、袖子内侧全部都有做铺棉设计。这一张照片也可以看得到，它这件很棒的特色就是它的领口处这边空间很大，那又很立体。售价1990，非常推荐。那待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件实际实套的感觉。好，这张就是现场10套米黄色 XL 尺寸，基本上实穿 XL 非常刚好，不会紧绷，非常宽松的 size 感。袖长长度刚好，那胸宽很宽松，所以里面就算再穿个针织衫之类都 OK， 穿起来非常保暖舒服。同时，它的内层的内里很滑，很舒服。同时，这件的外层的材质，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偏硬挺，看起来画面会比较利落漂亮。你看这张全扣的感觉，在领子这边下巴还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左右摆头啊，或者是在移动上，我个人是觉得比较舒服。再来这张就是拉链没有拉上的感觉。这一件外套的帽子算是设计也蛮大的，它的帽子的宽松度再加上外层的硬挺度，就可以让它在没有扣的情况下，上半部可以呈现这种外开式的状态，那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所以秋冬季如果用这件来做混搭的话，我当天的这种黑白色系搭配就很适合，同时还可以再套一个围巾垂在外套内侧，这样感觉上就可以带出层次感，同时又可以有一定的保暖性。这一件我会蛮想做这样的搭配，看起来会一定很好看。两侧口袋它设计也超大，空间非常大。同时它的拉链是采下拉式的设计，不是往上拉这样子，所以是反过来的。那内侧铺棉是长这样，很舒服柔滑的铺棉设计。好，那再来下一件是10套黑色的 XXL， 其实 XXL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就是还是可以驾驭的范围。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 XL 就可以了，黑色当然是最稳的色系选择啦。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要挑这一款外套的话，以它这外层的硬挺的这种设计，还有内层的这种铺棉的色泽的话，两个颜色比起来，我比较喜欢米黄色，更加可以带出它的硬挺质感，那也可以跟其他外套做比较明显的区别。这件目前我看官网是还有现货啦，不过尺寸越来越少了，不到2000可以入
手到这种具有基本防泼水，那又有铺棉，设计方面又很利落简约，双侧超大的口袋也很实用。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那今天就是介绍这一件，我个人觉得是这一次 MUJI 推出的秋冬季外套中最值得入手的一件外套。这次没有入手是因为我考量我秋冬的外套真的太多了，之后如果有新出一些外套，我才会想要再入手新的外套。个人是很推荐，如果有在找这种铺棉外套的话，不妨可以参考看看这一件，算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件单品。好，那今天介绍这一件铺棉外套商品连结，还有今天实穿 Lanvin 的 Cashmere 西装外套，今天有介绍到配件的部分，连结方面我全部都放在下方介绍栏，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呢，如果喜欢这类型穿搭影片或是公发影片的话，再不要大家发上跟频道，并且开小铃铛呢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 follow 下。还有 Zoebook 虾皮卖场近期会上新品，有兴趣的话可以逛逛。我是 Rock， 我们下次见。